NASA 官方公布了3I 阿特拉斯的最新影像，它没有彗尾，看起来像被某种能量包裹并在旋转。这难道真的是外星飞船吗？我再来带大家一一解答。就在昨晚，欧洲航天局发布了一张看似普通，却足以写入人类天文学史的影像。他们的 ExoMars 微量气体火星轨道器拍摄到了3I 阿特拉斯掠过火星时的影像。此时，它正处于距离火星约3000万公里的最近距离处。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它没有彗尾，并且看起来像被某种能量包裹并在旋转，根本不像是一颗普通的彗星。我的结论是，它确实不是一颗普通的彗星，而是一颗罕见的彗星。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没有彗尾。死彗星。许多彗星在经过恒星加热或长期太空风化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灰尘地壳或熔壳，把内部的冰隔绝起来，导致远距离或再次靠近恒星时不再大量升华。3I 阿特拉斯来自别的恒星系，经历了漫长暴露期，表面挥发层很可能已经被耗尽，所以不会出现明显彗尾。2. 远日点活动弱。太阳附近常见的水主导的彗星，在数天至几个月内会产生极其明显的尾巴，但3I 阿特拉斯的气体成分是由二氧化碳这种低挥发性的物质主导，这些物质在远距离也能产生喷发，但形成的尘埃特性、相对亮度和可见尾部的形态会不同。另外，此时的3I 阿特拉斯距离太阳较远，受到的照射较弱，尾巴自然不明显。3. 观测角度与尾巴朝向。彗尾并不是在所有视角都同样显眼，彗星的尘埃尾通常沿反日方向延伸，气体尾则常沿着磁场或者太阳风方向偏折。而 ESA 的探测车从火星轨道观测，尘埃尾恰好与视线重合，尾巴会被前景和掩盖或投影成一小段，看起来像没有彗尾。第二个问题，为什么3I 阿特拉斯看起来像被某种能量包裹并旋转？1. 光曲线效应。非球形的天体在自转时，其截面朝向太阳或观测者会不断变化，反射光强度就会随之发生周期变化，这是行星学和小天体研究中的常见现象，被称为光曲线。当反射面的几何较规整时，会出现强烈的镜面反射或闪光，看起来像周期性的亮点和围绕体表移动的光斑。2. 表面喷发口活动。如果天体存在1-2个稳定的喷气口，喷气在旋转中会使光散射场呈周期性变化，看起来就会像有东西在围绕核心旋转。这只是喷发物形成的致密局部尘云在光照下形成的光晕或能量包裹的视觉现象。3. 针堆叠。如果一个被拍摄物体的像素过小，为了把目标显现出来，后期经常会对若干帧做叠加并进行对比度拉伸，这种处理会把本来微弱的光学变化放大，并可能产生条带、环状或十字形等伪结构。4. 图像压缩。ESA 官方发布的格式为 GIF 动图格式，这类图像往往经过压缩和缩放，像素差值就会让小亮点显得规则和几何化，这就会让图像看起来在旋转。总之，这张由欧洲航天局火星探测器 ExoMars TGO 拍摄的3I 阿特拉斯的影像，代表了人类首次从火星轨道直接观测一颗星际彗星。它的亮度集中，无明显尾迹，周围光晕均匀，这些特征完全符合一颗远离太阳、低活跃度的星际彗星。影像中的发光并非能量释放，而是太阳光反射，所谓旋转包裹能量罩的视觉效果，是光学成像扩散所致。后续有关3I 阿特拉斯气体成分、物质组成等更多详细的观测数据，只需要等待官方继续解析，我们自然会知道更多答案。